最近，俄罗斯空天军又吃瘪了，一架 A50预警机在亚速海的上空被击落了。该预警机是俄罗斯的最新型预警机，可以说是掉一架少一架。而在中东区域胡塞武装开始对美国海军展开报复，一枚国籍不明的反舰导弹朝拉布号驱逐舰袭来。今天大兵和兄弟们一起聊聊这些话题。最初透露这个消息的是乌克兰媒体 RBC， 该媒体援引乌军内部知情人士的话，声称乌克兰部队在亚速海域上空击落了一架 A50 以及一架编号为 11M75106 的伊尔22空中指挥机。该消息一出并没有引起关注，因为俄乌战争经常传出一些假消息。但很快，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尤里麦西亚金就验证了这条消息。在当天晚上9点10分左右，一架 A50 和伊尔22进入了扎波罗热区域基里利夫卡附近的空域，并被乌克兰部队发现。于是这两架迷路到乌克兰国土上的俄罗斯军机自然遭到了乌克兰部队神秘武器的攻击。A50 被当场击落，失去信号，而伊尔22被击伤。从雷达信号上看，它似乎是想要进行迫降，向西南方向的克赤地区逃窜，但其高度不断下降，最终信号也从雷达上消失了。但有消息称，这架伊尔22成功的生还了。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截获的通信，这架伊尔22在被击中之后开始向阿纳帕机场请求迫降，并要求他们提前准备消防车和救护车。事情发生后，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承认有任何俄罗斯飞机被击落。如果 A50 这件事被证实，那么有意思的就来了，它将会是第一架被乌克兰击落的空中预警机，同时也标志着俄罗斯空军受到了重大的损伤。要知道，在战争开始时就有俄罗斯媒体爆出，俄军投入在俄乌战争中的空中预警机实在是太少了。空中预警机的缺乏，宛如让其他俄罗斯战机在爱国者面前裸奔。不久之前在赫尔松地区3架苏34在1天之内被击落，也验证了这种说法。那么 A50 被击落对俄乌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乌克兰部队用来击落 A50 的神秘武器，那又是谁呢？接下来大兵就和兄弟们一起聊聊。从地图上来看事发地是位于基里利夫卡和斯特里维尔科韦之间，这里紧贴着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占领区的腹地，距离乌克兰最近的阵地大约140公里。而美国向乌援助的爱国者3型其射程在100到120公里，所以说击落 A50 的大概率不是爱国者，甚至可以说乌克兰目前没有地面火力能在如此远的距离击落2架俄罗斯大型军机。所以大兵认为，导致雄风坠落的无非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之前援助乌克兰的 F-16终于到货了，并且首次参战。他们可以从敖德萨起飞，向东飞行至赫尔松西部。由于装备了 AIM-120空空导弹，这些 F-16的射程达到了160公里，可以在俄罗斯防空区外亚速海区域进行打击。然而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根据去年五角大楼的消息，乌克兰的 F-16驾驶员要到今年中后期才能完成训练。目前他们应该还在德克萨斯州参加美国空军的培训，而且这种方式的危险性太大了。虽然 F-16性能优异，但它毕竟不是隐身战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依旧能对它产生不小的威胁。而另一种说法则可信度比较高，那就是俄罗斯防空部队的乌龙错把 A50 当成了乌克兰飞机，一发导弹把自己人打了下来。毕竟在俄乌战争开始后，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去年9月28号，一辆俄罗斯 S-300防空导弹系统就在托克马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自己的苏35。事后分析S-300火控雷达的敌我识别模块出现了故障，导致这次乌龙事件的发生。然而这种乌龙事件并不是偶然，可以看出俄罗斯军队在后勤管理方面十分混乱，甚至无法对防空雷达这种重要的设备进行定时的检修，才导致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还有一条证据，那就是一张照片。据说该照片是来自于生还的伊尔22，可以看出飞机的尾翼上有密密麻麻的弹孔，这些弹孔大小不一，很明显是防空导弹的爆炸产生的破片造成的。而俄罗斯的 S-300防空系统，其导弹爆炸能够产生1700多个破片，与照片中的描述相符。
但是由于照片拍摄不全，加上是夜间拍摄，大兵无法确认该照片是否来自生还的1222。但呢，我们依旧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次雄风坠落又是一出俄罗斯的抽象舞台剧。想要击落一架空中预警机，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空中预警机本身就承担着防御防空导弹的任务。比如说，这架坠落的 A50 不仅能主动对多达50个目标进行电磁干扰，飞机两侧还装有诱饵装置。另外，空中预警机不会单独的出现，如果在作战状态，其附近呢必然存在有护航编队。但这次事件中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护航编队的影子。所以最大可能性呢，是一架 A50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友军防空导弹的袭击，并坠落在了亚速海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国防部和俄国媒体在1222成功生还后，依旧对该事件缄默无言。唯一可惜的是就是 A50 上15名成员，他们成为了这出戏的牺牲品。对于俄罗斯空天军来说，失去这架价值5亿美元的飞机，会对其空天军的指挥系统造成极大的打击。因为目前处于服役状态的 A50 雄风大概只有10架，等于说这一架雄风的坠落，就让俄罗斯空天军的指挥能力降低了1/10。至于为什么俄罗斯的雄风预警机如此稀少，咱们就要聊聊雄风技术的牛逼之处了。在1970年，别里耶夫设计局以1276为基础，重新设计了一款用于对标美国 E-2鹰眼空中预警机的飞机，这就是 A50 雄风空中预警机。这架飞机呢，象征着当年苏联强大的设计能力和科技，其空中探测能力达到了650公里，就算对地面目标，探测距离依然有300公里。可以同时指挥10个作战单位进行对空或对地作战，其续航时间高达4个小时，并且能够进行空中加油。与鹰眼相比，雄风体积明显大出一圈，雄风预警机的长度为46米，鹰眼长度呢仅为24米。巨大的体型让雄风的成员达到了15人，成员数量是鹰眼的3倍以上。而巨大的体型呢，并没有为它带来装备上的优势。初代鹰眼所使用的 AN/APS-96 雷达对地探测距离达到了370公里，能同时追踪250个目标，并指挥30个飞行单位作战。可以看出，在冷战末期，苏联的航电系统在处理器性能和雷达射程上和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装备上的差距，别里耶夫设计局在雄风机载计算机的算法上下了大功夫。雄风所采用的是俄罗斯的 Shemler 雷达，这是一款脉冲多普勒雷达。在工作时，雷达会不间断地发出一道道电波，也就是所谓的脉冲。当电波撞击到物体后，就会发生反弹，而雷达呢会捕捉这些电波，并进行先后对比。一般来说呢，物体相对运动速度越快，反射回来的电波频率越高。该现象被称为多普勒效应，也是多普勒雷达名字的由来。通过对频率，雷达呢就能知道物体的速度。由于电磁波的速度是固定的，所以再计算电波从出发到返回的时间，雷达就能算出目标和自己的距离。最后要做的就是过滤杂波，在返回电波中呢，绝大多数是我们不关心的信号，比如说地面和树木返回的电波，这些信号呢被称为杂波。这时雷达就需要使用滤波器过滤掉这些杂波，从而得出扫描物的清晰图像。而雄风所使用的 Shemler 雷达就是着重在滤波器方面做出了强化。通过更加优秀的算法，雄风对信号的识别能力要强于雷达性能更好的鹰眼。当然，这也让雄风的价格和制造难度直线上升。在2008年时，每架雄风预警机的价格接近5亿美元。目前俄罗斯只生产过40架 A50。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宝贝疙瘩，却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为了亚速海中的一堆废铁，实在是令人唏嘘。与俄罗斯的抽象相比，中东局势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红海。在英美部队空袭也门的第二天，胡塞武装立刻对美军展开了报复。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45左右，一架 FA-18大黄蜂击落了一枚来自胡塞武装的导弹。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这枚导弹呢从荷台达地区发射，目标是停泊在红海南部的伯克级驱逐舰拉布恩号。从地图上来看呢，这枚反舰导弹的射程应该超过了100公里，而胡塞武装目前尚不能制造射程如此之远的弹道导弹，所以基本可以确定这些导弹它都是由伊朗提供的反舰导弹。
目前，伊朗向胡塞武装援助的反舰巡航导弹，其速度大多数不超过1马赫，对于军舰来说几乎没有多大的威胁。但对于没有防空系统的商船来说，这些反舰导弹依旧能够造成极大伤害。在1月15号，一艘挂有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商船在红海南部，距离亚丁湾约160公里的位置被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击中。胡塞武装从荷台达地区发射了3枚反舰导弹，其中1枚命中了商船的左舷，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商船也能正常行驶。目前该船已经离开了红海。这一系列事件证明，在经过英美联合打击后，胡塞武装依然具有封锁红海海域的能力。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说法。他承认，在14号的袭击中，美军最多只摧毁了胡塞武装1/4的远程打击武器。他们的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发射器大多数都装备在卡车这种可移动的平台上，因此想要短期内摧毁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不代表美国对胡塞武装毫无办法。事实上，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了。自繁荣卫士行动开始以来，胡塞武装向美军护航编队至少发射过12枚反舰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然而，这些反舰武器均被伯克级驱逐舰击落。以这次事件的主角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拉布恩号为例，其使用的防空系统为宙斯盾 5.3 系统，该系统只能支持 ESSM 和 RIM-67 防空导弹，不具备发射美军最新的 RIM-174 防空导弹的能力。即便如此，美军依然对胡塞武装导弹具有100%的拦截成功率。如果胡塞武装依旧不知悔改，继续干扰红海的航运，逼得美军继续加大对胡塞的打击力度，造成局势进一步扩大，那么事情将会迎来最坏的结果。对于此事，兄弟们还有什么看法？可以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